技大爆发，欧豪动情盛赞北上中的花子，他真的活了。一句赞美击穿观众泪点，他让角色活了过来。欧豪在采访中的这句话不是一句客套话，而是一句震撼人心的实话。说者无意，听者却早已泪流满面。多少观众在听到这句简短却充满力量的赞美时，眼泪已经不自觉滑落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普通的演技，而是一种灵魂的融合，是一个角色真正活在了荧幕上的时刻。娱乐圈不缺夸赞，但真诚的钦佩却越来越稀缺。当一个演员的表现足以令共演者动情，观众动容，那份力量超越了任何奖项的分量。北上在浮躁中闪耀的一束现实之光。北上这部剧如同一汪清泉，在充满套路与炒作的影视圈中悄然流淌。它讲述了一群在运河边长大的年轻人，在城市梦想与乡土情怀中不断挣扎、寻找、归位的旅程。这不是一部以流量为导向的剧，而是一部注重人物成长与现实触感的真情之作。剧中每一个细节都能引发共鸣，尤其是白鹿饰演的花子，她的故事就像是我们身边某个熟悉的女孩，真实到令人心疼。白鹿从古装花瓶到实力派的华丽蜕变。回望白鹿的出道之路，她凭借《招摇》《周生如故》等古装剧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甜美外形与灵动气质让她一度成为古偶女神的代言人。然而，她并不满足于此。北上是她主动选择的一次冒险，也是一次挑战。在这部剧中，她不再是光鲜亮丽的女主角，而是一个活得真实、挣扎、痛苦却依然坚强的花子。她敢于脱离舒适圈，敢于面对观众最挑剔的目光，只为追求真正的演技突破。花子的命运，一场痛彻心扉的生命演绎。剧情发展到中段，花子罹患脑瘤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打碎了她平静的人生。从此，她开始与病痛抗争，与命运博弈。白鹿在这一阶段的表演，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层次与情感爆发。她的眼神中有恐惧，有挣扎，有不甘。她的哭泣压抑而克制，不煽情，却能直击心灵。她的情绪释放犹如火山喷发，燃尽一切观众的理智防线。观众哭了，不是因为剧情虐，而是因为白鹿演得太真。欧豪眼中的白鹿，她活出了花子。欧豪在采访中说道，他真的让花子活了过来。这不是一句空泛的赞美，而是身为搭档最真切的感受。他看着白鹿从角色外部的服装、发型、步态，一步步进入角色内心的挣扎、勇敢、坚韧。他知道那不是在演，而是在活。这是对白鹿最大的肯定，也是对演员这个职业最深情的注解。为了真实，他不惜牺牲一切形象。白鹿在剧中彻底放下了偶像包袱。她从少女时期的清纯到病痛时期的憔悴、虚弱，甚至素颜出演。她用实际行动证明，真正的演员是可以为了角色牺牲所有光环的。不再精致的妆容，不再完美的面庞，但却更有力量。因为那是花子，不是白鹿。演技层次感引发观众强烈共鸣。他没有把花子演成传统意义上的苦情角色，而是赋予他鲜活的灵魂。他的笑是从内心生长出的乐观，他的怒是对命运不公的抗争，他的哭是爱与痛交之下的挣扎。白鹿用自己的理解重塑了花子这个角色，使其拥有了生命的温度和色彩。观众无法将视线移开，因为他演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种生命状态。欧豪愿再次合作，共创高峰。欧豪深情表示，期待下次还能和他合作。一句话道尽了对白鹿的欣赏与敬意。在片场，两人从陌生到默契，从对戏到心灵共振，这份合作的化学反应也是北上成功的重要原因。他们不是单纯的荧幕情侣，而是彼此扶持、共同成长的战友。白鹿的突破重塑演员定义。过去人们总说她是古偶女主，但如今她用实际行动推翻了这个标签。从长月烬明到北上，她一步步突破、转型，重塑自己的演员身份。她不再只是漂亮的花瓶，而是一个真正能打动人心的表演者。花街的归途，回到最初的温柔。
北上最后的篇章让人泪目。在城市喧嚣与奋斗过后，花子等人最终选择回到花街，那个承载童年、友情、爱情与亲情的地方。而白鹿饰演的花子也在这段旅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与升华。她不仅回到了原点，也找到了真正的自己。花子临终一幕成为经典瞬间。在病床上，花子与亲人话别的一幕被无数观众称为神演技。他用颤抖的声音说出每一句道别，用微弱的笑容隐藏泪水，用一滴泪传递万千不舍。这一幕不需要特效，不需要 BGM， 只靠演技就能让人泪崩。打破标签，迎接无限可能。北上的成功是对白鹿的一次彻底解封。她不再被限定于古装、甜美、流量，而是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实力派演员。观众开始期待她出演更多现实题材、更多挑战性角色。她的未来充满光明。粉丝留言，她不是在演，她就是花子。粉丝的声音往往是最真实的情感反馈，没有修饰，也没有包装。在北上播出之后，白鹿饰演的花子引发了网友的一波感情海啸。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的评论不再是简单的好看、演技棒，而是发自内心的呐喊，她就是花子。她演的不是角色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。这不仅仅是一种肯定，更是一种深层次的认同。观众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共鸣？因为花子的经历不是遥不可及的虚构，而是我们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投影。她曾乐观，曾迷茫，曾爱得奋不顾身，也痛得无法呼吸。这些情绪曾经也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写照。而白鹿精准地演出了这些细节，让我们仿佛在她的表演中看见了曾经的自己。更重要的是，白鹿没有用力的煽情，而是用一种克制却饱含力量的方式，将情感渗透进观众的心底。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表演方式，让人越看越沉浸，越想越揪心。观众看完剧之后，甚至分不清花子和白鹿之间的界限，因为他真的演成了这个角色，他不再只是一个演员，而是某种情感的承载体。所以，当网友说他不是在演，他就是花子，其实是在表达，他不仅打动了我们的眼睛，更刺痛了我们的内心。这种情感穿透力是许多演员梦寐以求却难以企及的成就。也正是这种力量，让白鹿从演员变成了故事本身。每一个角色都是一个全新的开始。对于一名真正热爱表演的演员来说，每一个新角色都是一次灵魂的重塑，也是一次全新的生命旅程。对白鹿来说，花子并不是她的终点，而是一个转折点。从古装剧中的灵动少女，到现实题材中承载复杂情绪的生命个体，她正在用一部部作品构建属于自己的表演宇宙。在北上中，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演员在完成剧本，而是一个人用情感、生命、经历、同理心去塑造另一个人的过程。花子的笑与泪，她对生活的坚持，对爱的不舍，对命运的不屈抗争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是表面的演绎，而是白鹿深入人物灵魂的真实还原。演员的成长是观众最愿意见证的奇迹。从古偶女主到实力派新星，白鹿用时间告诉我们，不怕被标签定义，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打破那个定义。她用花子证明了自己不只是能演美丽，更能演痛苦、坚韧、希望。更令人欣喜的是，她并没有在成功之后安于现状，而是在不断寻找下一个能够打动自己也打动观众的角色。这种探索精神才是一个优秀演员最可贵的品质。因为他明白，每一个角色不只是一个工作任务，而是一个走进人心的机会，是一次与世界、与自己对话的过程。观众愿意为他每一次登场买单，不只是因为他长得好看，更因为他的每一次出现都值得期待，值得相信，值得被感动。未来的路还很长，而白鹿才刚刚开始。致敬每一个认真演戏的演员。这个时代太浮躁，流量充斥着每一个角落，但白鹿用行动告诉我们，不靠炒作也能拥有光，不靠人设也能登上高峰。它不是短暂的流星，而是持久的星辰。结尾感谢与呼吁，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被白鹿的演技打动，也为北上中花子的命运揪心，
请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吧。你最喜欢哪一幕？哪一句台词最让你泪崩？又是在哪一刻，你忽然觉得白鹿真的不是在演，而是她就是花子？请点赞、转发这段视频，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和我们一起见证更多演员的闪光时刻。你的一次关注是我们不断创作、持续发光的最大动力。